大家好，我是皮特。今天呢是1年2度的台湾爬虫季又再次登场喽。今年呢很刚好来到了蛇年，绝对是让大家认识非常多蛇类还有各式各样爬虫的绝佳机会哦。这次展览持续3天，5、6日，无论是周间或周末都有机会来参与这个盛宴。最大最丰富的爬虫展已经开始喽，各位不要错过这次的展览，我们马上去逛展喽 ，Go！说到爬虫，绝对不能错过，就是大家最喜欢、很适合大家入门来饲养的豹纹手工啦。那我们今天刚好有一些不一样的品系，可以来跟大家认识一下。这个好可爱，这个像那种草莓的那种感觉，身上还有带粉色，然后又有橘色的斑点。这是 WI 雪花癌，从 RA 里面再加上 WI 选育出来的。因为同样个豹纹手工里面，它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表现。它整体来讲，它是一个非常亮眼，被我尝到今年才拿出来的好货。哦，这是私藏好货。没错，私藏好货。这真的超可爱，天哪！类似的个体也有另外一只，但它们表现可以看得出来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，比较底色比较黄，一只底色比较白。他们都比较畏光，对不对？对，白化都比较畏光，这边都是白化，只要是川普白化系列的都会比较畏光，加上日食，他们的眼睛会是全红的。对啊，你看他们现在就是这光线比较亮，他的眼睛就闭起来。然后这种没有白化的眼睛就不会闭起来。小丑系列的小丑，对，也是从翡翠跟粗直线下去选育出来，可以看得出来它纹路蛮特别的，而且底色会有点透，算蓝紫色吗？紫罗兰色的感觉。一般以前大家对于橘色系都会往橘化，就是整只虫往橘红色系下去发展，才会有一种。好橘哦，这是对，深橘色哎。反转直线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品系，背上的线是呈现在中间，一般粗直线会在两侧，然后它跑到中间，我们就会称它为反转直线。哦，这个是一般的粗直线。对，然后这个是反转直线，就是黑色在中间，黄色跑到两外，就是反转直线。没错。我喜欢它泛紫色的感觉。对啊，就2只是一样的品系，但是根本是天差地远的表现啊！身上的花纹还有颜色完全不一样，超酷！好可爱哦！那个生完了，雪条在散步，可爱生物暴击。个雕的话，骨雕来讲的话，600到1000，它已经有700。会咬吗？会跟你玩，但是不会大力，轻咬而已。它比较黏人。所以你抱它会很开心。它不臭啦。对啊，我想知道它有什么味道。就奶香的。对啊，因为它刚在喂奶。哦，它是妈妈。对，它刚生完，它的小孩刚满月。超级可爱耶。对，它真的很可爱。它小孩也很可爱，我们就有带。暴虫。李荣浩。它是眼睛变小。对，有些基因其实会影响它外观。好，谢谢。老板要上镜吗？你不是贝朗是比较帅，黑跟白有没有？脖子比较重，而且它在灯光下它会有红光。没有，应该是另外一边有没有？另外这。哦，这样拍很漂亮。不咬我，这样好，这样。现在蛮经典的品系啦，因为爱田现在都是全黑，整只会大只就全黑。ING 就是黑的，对，黑化算一个黑化基因。它们都是红尾蚺，这些蛇的色彩表现其实都是透过基因筛选出来的结果。另外还有白化的个体，就会有最帅气的十字红眼。白化一般白化都会这样，中二红尾。中二红尾。白化眼睛就会变成十字。对，因为它本身它的眼睛就是十字的黑色，然后白化上它会更明显，变成十字。鲜的话了，你想象一下，它以后要变一条超大的，就更帅了。好帅！白化豹纹，它整体身体的纹路跟一般红尾已经不一样了。
然后眼睛是红眼的，好看。原色型的苏利南真红尾染也叫 BCC， 以及玻利维亚产的短尾染。一般的亚种，你看它尾巴特别的短，跟其他红尾比例比起来特别的。它尾巴特别鲜艳。对。颜色色调类似于水泥灰的表现，拥有一种非常精致的颜色质感。今年是蛇年嘛蛇年跟大家多介绍一些蛇类。首先推玉米吧，玉米蛇的话，目前最普及的，也是最温驯的，最适合人家饲养的。因为它颜色够缤纷，所以我们会称它为玩具蛇。另外也绝对不能错过非常丰富的王蛇家族。对，因为我们主要是王蛇，黑王蛇大户，没错，就是墨西哥黑王蛇，没错。它连整个嘴巴到腹部都是黑色的，而且肚子还是小红黑，还有一个颜彩。没错。以我们这种细长蛇为主的话，玉米蛇、王蛇、鼠蛇这些都很适合入门来养。对，路易尼王蛇，原产于墨西哥，小型种王蛇，特色是3色，而且它的头型稍微长一些。在台湾能见到的王蛇起码10几种吧。这是一条帝王奶蛇，是有王蛇跟奶蛇的混血种，经过筛选才培育出如此甜美的颜色，就像糖果一样的配色。各种不同的颜色花纹，像是一个画布一样，培育出如此多样的美丽色泽。知岛的巨人，然后这只大概是200克左右，所以我们会给客人看，然后作为一个区间的代表，是200克左右。然后这只叫做狒狒，它很可爱。然后呢，这只是老皮，因为它有很皱，然后又很可爱的皮。对。然后这只呢，它是带主导血，它比较特别，它是阿力的 GTS。但是它的体重是有过300克，然后基本的主导呢，大部分都可以到300克以上，大部分主导都可以超过这个体型。它比 Coco 好养，是因为它比较这个是阿力的 GTS， 对，阿力它是国外的一个厂牌，然后它的花纹就会有点像莓果色的感觉。对，它发色其实是红色，它没发色其实是有点像粉红的感觉。如果从小养到这个大小，如果假设我们勤劳一点，可能抓2天喂一次，可能2年半到3年半就这么大。如果抓3天喂的话，我们先抓3年以上。对，有些主导不用说咬了，可能光抓手上就会有一些伤痕。就被人然后这就是另外一只更大只的主导，这只是比这更大只的，然后这是阿力 DN-X GTA， 所以它的重量呢，有吃到饱的时候是过400的。对，刚刚也开嘴，对，有开嘴，这个爪力就也是蛮痛的，所以抓过去，所以就破皮了。这只比较稍微活泼一点，对，有点活泼，但它一样不会咬人。这个拿在手上很有分量感，好肥好肥，对，好肥好肥。他们的手就是下面有非常多皮瓣，是可以攀爬在这些光滑表面，然后前端有小钩子，所以其实是又可以爬树，又可以爬这些比较光滑的地方，攀附能力非常强。就是女生有那个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地方超可爱的，在它的尾巴，它的尾巴末端，其实这里也有一个比较粗糙的、很有摩擦力的部分，这里也有。借我一下它的尾巴，这里。它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摩擦力的，它这个尾巴是不是也会有一点黏住？对，会有黏住，你手过去的，它就会有勾住的感觉。它其实是摩擦力很明显，它爬除了它的手啊，它的尾巴也可以做辅助，然后它的脚真的超可爱的，你看这么大一片，看一下它的脚，哇，超可爱。超级感谢老板，喂，谢谢。街角盖戈亚跟巨人是这几年比较流行的树栖嘛，那它可能根据大小，然后根据价格，每个人选择会不太一样。那
盖圭亚是我们主要做的物种。OK， 那盖圭亚它主要在挑选上，我们可以有2种方式。一个就是有人喜欢颜色，那我就会用颜色去让他去做选择。那盖圭亚的颜色可能从比较一般的，比较没有颜色的，然后纯纹路，然后一路到就是可能到表现很不错的红色、橘红色，然后到血红色，像这只。这是很顶级的。对，它的纹路很满，而且它的红色的完整度很高。那盖圭亚在选择上啊，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从纹路去做区分。那纹路就有分成，就是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直线，然后跟我们桌上也有看到的大理石，像这个就是很标准的大理石的样子。大理石它就是会有比较着重在侧肤上的表现，它的纹路的表现。那这是大理石的红色，也是比较漂亮的红色，它是比较接近血红色的样子。OK， 那它们基本上幼体的话，它有的会比较喜欢吃虫，那它吃虫会长比较快。可是基本上到成体，他们就比较喜欢以果泥为主食这样子。那我们家基本上也是以果泥为主。对，它拿起来其实也是有分量的，你要拿来看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它拿起来是有一个分量感的，挺重的哦。对，其实蛮乖的啊。对，它其实不会到，它只有在亚成体的时候比较容易会跳来跳去。原则上，像我自己的话，我是长期住在高雄，我觉得温度上比较还好，但是我们还是一样注意不要让温度超过30度。基本上我会抓28、29为一个界限啦。对啊，它最适合的温度其实我觉得22、24，然后一路到28度，我觉得这个区间内都是它比较适合，就是长期的一个温度一个区间这样子。像现在在我左手这一只是结角手工，那也是从疫情开始比较流行的一种树漆手工。OK， 那其实你看以成体来说，它们两个大小不会差异到非常大，所以基本上饲养的方式啊，然后或者是温度、空间都差不多。它的两侧会有像是睫毛那样小小的，对，短短的那种像毛的感觉，然后摸起来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柔，像绒布那种触感，你可以摸摸看。它不会刺，对，不会刺，它不会，它是软的，睫角有一个很漂亮的睫毛，对，这两个其实非常类似啊，非常类似，它其实连对，它也很酷啊，对啊，它也很酷啊。因为巨蜥太聪明了，所以它有时候出来的时候，它会比较焦躁不安。然后这是黑泽巨蜥，然后现在是因为它还正在脱皮当中，所以它就是皮肤看起来比较污脏的。那它脱完皮以后啊，就是会就大概很像泡过水这样。哦，黑亮的。对，它会变得黑到反光这样子。它脱完皮以后，就是会有这个亮度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成体的话呢，公的大概可以到基本都是180公分起跳。180公分。对，然后最大的话，到230。对，但它尾巴就占了差不多2/3。对，然后另外这个是比较常见原生种的泽巨蜥。然后因为巨蜥的繁殖比较，难度比较高一点，因为它孵化期光一颗蛋生下来以后到孵化大概就要6到7个月的时间。对，所以它孵化期以爬虫来说算是比较长一点的。然后基本上爬虫蛋只要孵化期越长，当然它的变数就越多。对，然后这就是普泽，这是出生1个月而已，其他刚出生就差不多那么大了。然后它才刚收完那个卵囊，对，所以它就是这段期间它是不用吃东西的。对，然后他们因为智商比较高，所以他们现在就是看起来都乖乖的。他找到机会的话就会跑走。对，等机会。对。野生的，没有那么多花纹，是因为长大了还是？还有产地的关系。像这种的话，它是那个产于那个苏拉维西的泽巨，所以它的点状啊都会比较大颗、比较漂亮这样子。然后像他们的话，长大就是它的爸爸总公，花纹非常多哎。对，它会随着成长，然后花纹慢慢的浮出来这样子。
对，但是如果你跟一般比较暗色系的补泽去配的话，它生出来的颜色就会比较暗淡一些这样子。对，谢谢老板。谢谢。看到这一箱超漂亮的生态缸里面，我们现在要有请超尊贵的一种蛇类出来咯。慢慢的用手去接它。这是爪哇闪皮蛇，又有人叫它龙蛇，它的英文叫做 dragon snake， 就是因为它背上的鳞片非常的特殊，好像龙一样的鳞片很立体，所以就叫做龙蛇。像它生活的地方在海拔1300公尺以下的山区，需要比较潮湿一点的森林里面，或者是水稻田旁边，对水质的要求非常的高。那这种蛇也非常容易紧迫，所以在饲养上面，我们必须要让它先放松好它的心情。不然的话，它很容易因为紧迫导致它身体会出现一些很多的病变。那它主要的食物呢，我们主要会给它鱼啊，或者是像小青蛙、蝌蚪等等之类的食物。它生活在水边的一种非常非常酷的一种蛇。那它的体型最大大概50到60公分左右，非常的小。这个环境这样，对，要高湿度，可是要通风，不可以太闷。就是有藓苔类的，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树枝可以躲避，然后很重要的是有水。通常里面会放很多落叶，因为现在展示，然后正常是会有很多落叶把它挡住，那这个蛇就会在里面比较安定，真的很酷哦。龙蛇超赞，超赞。这里有一种跟闪皮蛇的要求差不多，名字也很像，但是它叫闪鳞蛇，可是它的鳞片跟闪皮蛇长得完全不一样。那个闪鳞，对，没错，谢谢可可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鳞片在灯光下面会泛着七彩的色泽，哇，超闪！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然后它摸起来就很像没有鳞片的感觉，像一只鳗鱼。它里面非常光滑。对，那它跟它的紧迫程度跟闪皮蛇差不多，所以有的人会觉得闪鳞蛇、闪皮蛇都很难养，但其实它们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要先让它们不紧迫。那不紧迫的前提下，我们的闪鳞蛇所需要的湿度又更高了。它所需要的湿度高达90%以上，因为它生活在沼泽地区，所以我们自己在饲养的时候，我们会用土或者是像用水苔，然后让它有点半湿，它就完全待在里面。那怎么看它们有没有生病呢？它们如果开始生病或紧迫，免疫力下降，它们身上就会出现白色点点，像这只就完全没有。这只鳞片超美。对，这个我们都已经养1年以上。他们在野外也是吃青蛙那类的，但是他们也会吃老鼠。人工饲养下，我们都给老鼠的接受度蛮高的。看过来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半兽人，是在屏东的两栖爬虫馆哦，超棒的。然后他今天要跟我们介绍是这个缸子里面超帅蜥蜴，哇，这个是澳洲闪蜥，闪蜥主要分布在澳洲跟印尼一带，对，然后他们最大的特色当然就是他们受到惊吓的时候，或者是威吓的时候，会打开他们这个扇形的薄膜，对。不过因为这个我们已经长期饲养，算是蛮稳定的，他们平常不太会轻易的打开他们的伞这样子。他平常不会打开，他们都是在受到惊吓。还有第二个状况是他们在做日光浴，增加表面积的时候，晒太阳，然后就晒太阳的时候会把它打开，微微开，然后增加晒太阳的表面积，有点像太阳能板这样。超可爱，强制开展。这样应该不会不舒服，不会那个皮，对，因为他们这个我们养久了就算是很温驯，互动性很高。会不会发霉？那里面感觉太久需要晒一晒吧，有时候。因为它刚好这一只停在这边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心脏就直接这样子跳动，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它的内脏、它的器官，包括它心脏在跳，我们都可以这样直接观察到。我自己觉得。绝对是最印象深刻之一的青蛙。哇，我们要来近距离看一下它的心跳，有点在窥视它的感觉，毫无保留的。它就像一个绿色的果冻一样，然后中间有心跳在跳。哎呀，歪了。看一下它的大小，这么小只，哎呦，哦，它平常就是会停栖在叶背啊、叶面上面。对，而且它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研究是，他们会控制他们皮肤的细胞，当他们停在叶子上面的时候，他们又会再稍微变色，去让它更接近跟环境改变树叶的颜色。对，哦，超可爱，玻璃蛙。
全身就像一个透明的玻璃一样。哇！现在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奇特的物种哦，它是两栖类，但是它长得颠覆你对青蛙、蝾螈的概念哦。它其实是一种隐螈，然后更仔细的来说，它叫做鱼螈，就是会游的那个鱼。那我们在抓两栖类之前，就是它算是比较皮肤敏感的，所以我要先把手给弄湿哦。好，好，我们现在请它出来一下。来。好，我们轻轻的把它给捧出来。然后可以看出来，它的身上真的非常光滑哦，它全身都非常的光滑。然后其实有点分不出来它的头在哪边，它的头其实是这一颗，这一颗是它的头，一颗是它的头。那它叫鱼螈，是不是有一种又像蚯蚓、又像鱼、又像蛇的感觉？它就是长得如此的奇特哦。中文名字就叫版纳鱼螈，非常可爱，而且身体的两边侧线啊，有很漂亮的黄色花纹，黄色的线条，超可爱。它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小胡须在末端的地方，先停掉。好，你可以看到它身上其实是有一环的感觉，它跟蚯蚓真的很像哦。你第一眼看到它，会真的觉得哇，这到底是什么生物？相对比较少见，然后也是皮肤非常敏感的两栖类哦，它是两栖类哦，超可爱。爬虫记上呢，它其实准备了很多不一样的特展，像这边就有一个非常酷的，是关于蝾螈的特展哦。然后里面饲养了非常可爱的蝾螈，我们来看看超可爱的蝾螈。好，那这边呢就是有各式各样的设计过的造景缸子，然后里面有各种的蝾螈，来自全世界各国的蝾螈哦，超酷。那蝾螈其实算是比较少人接触过的物种，那借这个机会，我们也刚好来跟大家好好认识一下各式各样的蝾螈。这位呢就是蝾螈看世界老板特效，好。如果入门推荐大家养什么样的种类？新手友善的陆生蝾螈、虎皮蝾螈。它躲在后面，它超肥、超胖，身体是这样宽宽的，很胖一只。而且虎皮非常的贪吃，所以基础上它很就是你只要喂食，像蟋蟀啊、蚯蚓之类的，它都愿意吃。所以基础上你在家里养都可以看到这种肥肥胖胖的状态。所以你夹食物直接给它，它就会吃。其实你连手指头在它前面动，它都会有想要咬的冲动。它就是老爷树蛙蝾螈版。对，这是老爷树蛙蝾螈版，而且它跟老爷一样，也是可以养到超级胖的。喜马拉雅蝾螈也是最近就是非常好上手的一款蝾螈，它也比较相对的温度可以比较耐热一点，可以到达大概28、29度，它其实都可以适应。它也比较不怕热，然后它也是干养。对，干养就好。干养就可以养。反正注意就是要保持通风。对，所以其实如果一般家里要养，我们就用通风一点的环境就可以养。然后要加盖哦，它其实会沿着边边这样层爬出来，所以还蛮容易逃家的。一定要加盖。对，逃家就会变神隐少女手上那一只蝾螈干。对，就是我们 DNA Reptile 的老板，好像请老板来跟我们介绍几种非常他们独特的乌龟，还有适合大家来养的乌龟。今天节目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说我们 DNA 的特色，基本上介绍的是就是零背龟属，也叫巨背龟哦。那基本上就是全台湾大概也只有 DNA 才有在繁殖，而且是合法的繁殖。这种零背龟属有4个亚种，有一个种是1级保育的，所以我们没有。那其他3种我们都有在人工繁殖。对，那一种是阿萨姆，一种是红圈，一个是史密斯。背上的锯子。对。这一种是最高，对，最尖的，不是最刺的。然后像这种就比较叫 pink ring， 粉红圈，但是台湾就叫台湾叫红圈，对，这里 pink ring。我这个锯子就小一点，然后小一点，对，比较圆弧一点，对，就没那么尖。这一只是最尖的，那这一只就是刚刚说的史密斯吧？那史密斯它就是最平的，你看它就锯子比较小。是粗一点点而已。对，
那它就是眼睛的颜色有一些会有一点泛蓝色、泛绿色这样，然后它会有一点腮红，可是它没有出来，它就是两边会有一点腮红。这几种在全世界基本上可能能够出口、能够开出塞鼻子证书的，基本上可能也寥寥可数了，可能没有到5家类似这样的。然后这个是特色龟种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常见比较受欢迎的龟种就是状纹龟。那我们中间也有繁殖了几个亚种，像这个是华丽状纹，然后还有大花状纹龟，这个是比较品质比较好的，就是品相比较好的，这是美国繁殖者繁育出来的，叫新选系。然后这因为就又有优化，所以又有1代、2代、几代的分别，所以这个价格相对的比较高。然后再来是常见的就是香龟，香龟大部分就是常见的就是美洲的香龟，因为香龟其实在台湾市场很抢手，现在非常有名，因为它颜色很亮丽，很亮丽，对，所以基本上我们繁殖出来，当年度很多都大概都销售一空。然后我们有机会就一起去繁殖场看看，我们去繁殖场看看乌龟到底是怎么样去培育，然后要怎么挑选。我很想看乌龟孵化，你来可能有机会，好，非常棒，超棒的乌龟展示哦，所以大家来一定要看看各式各样的乌龟哦。好，我现在乱入了薯条加纳的摊位，没错，是老鼠的鼠哦。就我们今天介绍非常多的蛇类哦，那蛇类最重要就是它吃，不是它。蛇类最重要就是它吃一些小哺乳动物，像是老鼠啊，就要喂食这些蛇类吃老鼠，所以养老鼠的厂商其实是养蛇非常重要的一环哦，没有老鼠就没有办法养这些蛇。那我们老板这边就是准备了各式各样不同 size 的老鼠。如果我养蛇，但是如果我害怕就是活的老鼠，因为其实蛮多人会怕老鼠。对，而且喂食活体，它确实是一件比较不残忍。自然法则的事情。对，在我们居家宠物里，我们还是会建议喂食冷冻为主，所以有冷冻的老鼠可以喂。因为我们拿一包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小白鼠的微毛，微毛尺寸。那我们冷冻的方式之下呢，它有经过冷冻的杀菌，以及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使用 CO2 是比较人道的方式。对 ，CO2 处理完之后呢，我们会喷拭酒精擦拭之后，再进行真空包装，所以每一个都擦过。对，所以在每一个过程当中，我们都尽量做到灭菌以及冷冻的抑菌。食品级老鼠基本上是了啦，对，而且我们的厂基本上有经过一些相关的认证以及规范，甚至是申请日本的合法，还有侏罗纪医师、兽医师的约聘。在蛇的食物方面，我们会尽我们能力的去把关，这样子，对，所以。选我们家的鼠就可以了。冷冻薯条，对，没有错。那如果买冷冻薯回去，然后我要喂，我要事前处理，解冻啊、退冰还是怎么样，会比较建议。我们会建议你买回去，如果你只有1只蛇的话，我们这种一包是10只，那你可以只拿1只出来进行退冰，那其他的9只你可以使用夹链袋或是保鲜盒再回冰冷冻。对。那等它退冰完之后，像你如果是一般的玉米蛇或是王蛇的话，可以直接在常温冷冻鼠已经跟常温的温度一致的时候再进行喂食。那如果你是球蟒或是一些比较需要感知温度的蛇类，对，你可以用吹风机或是稍微40度左右的热水稍微泡一下，然后再进行喂食，对它的进食可能会更顺利一点。对，要先解冻哦。有没有保存期限？保存期限在一般的冷冻的话，可以放个半年是没什么大问题的。薯条保存期限半年，对，大家多养一点蛇就喂比较快。没有错，来找我吧。出货的时候是会用这个包起来，所以大家收到也不用担心它退冰的问题。真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深入其境，跟我一起享受这次的爬虫展？大家最喜欢什么样的生物呢？又或是还想看什么样的生物介绍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最后，为什么现在才看到台湾爬虫季的影片呢？因为暑假最强台湾爬虫季即将在8月15到8月17再次开展，上次没有参与到的朋友，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。8月台湾爬虫季也有我的讲座课程，非常期待到时候跟大家见面。